认真攻略从不漏球啊！大家好，我是琉璃。暗黑4的第4赛季会在今晚之后开启。本期视频呢，我会结合自己在 PTR 丛林开荒的经验，还有屏幕中的这张图片，为你带来第4赛季全职业通用的开荒流程建议和参考啊，让你知道在第4赛季开荒的时候各个阶段应该做的事情。毕竟这个赛季呢，因为新增的机制改动，我们开荒再也不是跟之前一样钻进地下城里猛刷了。当然你要是纯粹萌新的话，我会建议你等琉璃下午更新的死灵开荒视频，那里面就不会跟这期视频一样讲什么流程了，而是会直接说什么等级什么阶段具体做什么事情，操作也会更方便一些。不过这个赛季开荒最简单的方式呢，依旧是开荒你直接去睡一觉，等第二天去狂潮里找义父就是了。如果你打算在第4赛季开荒的话，一个稳定的网络环境呢是必不可少的。这里琉璃推荐你使用迅游加速器，它呢不仅可以一键下载免费加速战网，还能同时保证暗黑4的网络顺畅。如果你之前没有用过这个加速器的话，可以在客户端的主页输入口令暗号漏球琉璃，白嫖到3天的加速时长。因为游戏上线 XGP 才入坑的朋友呢，在赛季开始的时候找齐160个莉莉丝祭坛是很头疼的。迅游加速器内置的莉莉丝寻路功能不仅可以帮你在游戏中查看莉莉丝祭坛的分布，还贴心自带了寻路导航，你可以沿着它的路线一步到位，点亮所有的莉莉丝祭坛，让之后的开荒更加顺畅。接下来让我们直入主题啊，我们先来说一说难度1和2的改动，以及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在第4赛季里，暴雪是调整了部分地下城，比如多姆海纳地道的密度，让我们没法再靠它练级了，取而代之的是征服了难度2的经验额外获取，地狱狂潮刷怪的频率，也为狂潮呢新增了专属的区域地狱任务。这就使得对大部分职业来说，刷狂潮顺便做低语是最效率的练级手段。所以第4赛季我们应该尽量难度2开局，然后优先排查自己的关键威能，可以获得低保的话就优先去刷个低保。注意啊，这些威能是专门针对开荒的。我们拿法师举例，就是打圣光之域获取职业专属的威能焚烧，然后在案外打开赛季旅程，做赛季旅程获得专属的志愿者威能。有了这2个威能之后，焚烧的伤害就很高了，之后就是正常的乱杀就完事儿了。而不同职业的开荒阶段需要刷的威能是不同的，纯星号呢可能会因为没有坐骑导致开荒阶段会比较浪费时间，你可以先练级解锁了坐骑，再去拿这些核心的威能。当然要拿啥威能就要看你抄谁的开荒作业了，这里我也就不画蛇添足了。这一基础上，我们还可以在练级的时候呢顺便了解一下回火配方的掉落情况。它呢是第4赛季新增的专属机制啊，我们获得配方之后就可以在铁匠处利用它们来强化自己的装备。PTR 中呢，前期低稀有的回火配方主要掉落来源是狂潮打怪和低语任务，我们正常练级的时候就可以顺便看看配方的获取效率。如果刷悬赏跟狂潮的配方效率差不多，那么就还是优先刷狂潮。刷的时候呢，你最好找一找其中有没有其他的玩家，只要你屏幕内有其他的玩家，就算你不组队，刷怪的效率和经验都会提高。如果低语任务宝箱可以一次开2到3个配方，那么我们就可以在有坐骑的情况下跑步解锁一下2块 PVP 区域了。这2个区域的任务做起来是非常快的，差不多是10分钟就能拿到1个箱子，而开荒的阶段也不会有人去那里去 PVP。由于低语的青睐是随难度变化的，难2做完任务我们难3还能再做一遍。如果你看到这个视频已经是赛季开始了一段时间的话，那么就不要再去 PVP 区域刷任务了，尤其是难度4啊。在难度2通关大教堂就可以进入难度3了，大教堂其中的怪物等级是50级啊，根据职业的不同，刷大教堂的等级也不同。死灵和焚烧法师可以在30级左右就去通关，其他的职业我会建议你35到40级再去。打通大教堂之后呢，就能进难度3了，这个难度算是一个过渡用的难度，可以开始掉落神圣级别的装备了，不过需要35级才能进行装备。如果你用的是一些比较强力的职业，30多级就进了难度3的话，一开始就刷狂潮会比较麻烦，这时候就需要补充一下等级了。我推荐你呢是刷要塞或者是在狂潮中的地窖，这2块区的难度会比直接打狂潮要低一些。要塞呢，你可以刷完了敲钟拿奖励，地窖的话就是刷完之后回到门口，然后打开地图点重置地下城来反复刷就好了。刷到35级之后，我们就能穿神圣装备，就能打得很轻松了。之后的练级呢，除了狂潮之外，还可以选择去刷噩梦地下城。不过刷噩梦地下城要看你的职业玩法，像死灵纯招这种跑得慢的职业刷起来就比较差，法师这种跑得比较快的职业刷起来就会舒服一些。35级之后就可以适当给神圣装备来进行回火了，优先给武器、戒指和首饰来回火伤害词缀，其他的部位呢可以回火抗性、护甲这些防御类的词缀。难度3优先要追求的是暗抗和火抗，
主要也是为了之后通关堕落神殿考虑的。其他的抗性呢，能堆的话你就可以适当堆一下。这个阶段也可以考虑去刷一下门票 BOSS， 用来补充装备和刷一些特定的暗金。比如死灵就可以刷男3的瓦尔森，获取职业专属的魂戒来简化输出。不过个人还是建议你先练级，快速进难度4。难度4呢，需要我们通关堕落神殿来解锁。如果要追求极限的话，你可以40级左右就去了，但我会建议你在50级左右去。这个阶段你身上的装备应该都刷到神圣级了，而50级呢，解锁了巅峰，配合声望收集，还能再获得一波比较大的提升。打通关之后到难度4，也只要再稍微补充个5级就能穿先祖装备了。注意啊，打 BOSS 之前你要先看一下身上的 debuff， 如果没触发机制清掉的话，你可以先回城一次清掉 buff。 进入难度4之后，就算是进入开荒的尾声了，补充等级跟调节防御也都跟难度3差不多。55级穿上先祖装备之后呢，就可以开始体验后期玩法了。这个阶段如果你的构筑比较强力，就可以试试优先刷几把40多层的噩梦地下城。因为在第4赛季，只要怪物的等级达到95级，那他们就一定会掉925级别的先祖装备，所以可以先通过慢刷高层噩梦地下城来给自己获取几件925的武器，来直接提升强度。之后呢，要效率开荒的话，我也会建议你先刷噩梦地下城练级，刷到你的角色有个70到90级再去打狂潮，这时候狂潮怪物等级高了，就能掉毕业的装备了。那么以上就是这一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我是琉璃啊，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